这个地上都是属性武器的片段。有玩家在 Twitter 问我这个会不会拍成影片？会，不过因为一些事故往后拖了。原本预计放在上一个影片里面，但发现内容有点多，所以就独立出来了，也因此往后拖了几个礼拜。那现在来说明一下，为什么地上会有这么多东西。多利鲁卡拉玛丽玩家在2019年7月24号上传影片中，他趁小怪睡觉时将小怪解冻，并用静止器加铁箱把小怪打飞。这样一来，小怪的武器会在原地，而小怪会因为距离太远而消失，重置原本位置和手持状态。而原本没捡起来的武器不会回到他手上，从而达到复制小怪武器或盾牌的效果。那接下来说明一下更方便的改良法。首先，消磨时间这个动作会重置小怪的起始位置和手持状态。可以看到，小怪刚刚移动过后又回到原本位置，而被电掉的兵剑在地上，手持一个新的兵剑。由于可视范围的武器不会消失，把残留火的武器放在木材旁边，这样消磨时间后火也不会熄灭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残留武器效果，可以参考初学者的13堂课影片。当然火把也可以，不过一样要注意摆放的位置，不然很容易就把武器捡起来，要重新丢武器。知道这些特性之后，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整个流程。如果有魔物面具或木修拉面具最好，方便很多。首先，在附近设置一个可以持续燃烧的木材。如果小怪在旁边，残留武器要注意自动锁定，左摇杆往反方向推，再按 Y 就可以避免往小怪方向砍。小怪如果靠近你，用磁铁吸东西靠近它就会跑走。然后制造一个电击陷阱在小怪的起始点，就是一个残留电击的武器加金属物品、武器、盾牌、宝箱等等。准备工作大概是这样。戴着面具时，镜头不朝向小怪就可以消磨时间，或是你火堆本来就放很远，就没有以上这些问题。接下来就是持续按 A 了，等小怪电完就可以消磨时间。持续一阵子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遍地的武器和盾牌了。要注意的是，小怪的血量不能太低，不然电几下就死了。如果怕去捡武器时被电到，你可以先把小怪打飞离开现场，或是先把它解冻，不然小怪会因为受伤而攻击你。接着用磁铁把带电的武器吸走，就可以安全捡武器。当然，你有防雷装备是最方便的。如果你怕小怪被电死，也可以晚点放带电武器，毕竟你吸过去它也会跑走，不会一开始就被电。补充一点，竞技场的小怪们如果没有属性武器，这和你的进度有关，去多打几只神兽吧。有时候电一电武器会被弹飞，这时候一样跑过去吸，让它跑走，再调整一下陷阱即可。在移动单手火焰剑时，常常会有一个小 bug， 火堆会害单手剑钝击，在移动时要小心一点。另外也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捡过小怪的武器，就算你还给他，系统也只会认为他捡了你的武器，所以武器不会重置给小怪。可以看到他手上没有刚刚还给他的雷双手剑。接下来介绍几个强力武器的位置。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洗最高攻击力加成的武器。可以看到洗到2把110以上的双手剑。另外，在大师模式中有3只浮台上的小怪是手持兽王弓的，新手就可以不用打人马拿到兽王弓。如果要洗的话，我个人是推荐接下来的这只小波，位置就在城堡的东边。
原因是这里离水面比较近，才可以有遮蔽物避免下雨。只要做好电极陷阱，就持续在桥下消磨时间即可。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开始解工作。当然还有其他好道具，就请玩家自己用物件地图找咯。以上复制法供玩家参考。Thanks for watching.